我只是没有办法，眼睛不看着他，我想要他的微信号码还有电话。我不停的反抗，不停的反抗，我都睡着了，我突然一下醒了。我跟你说他有多夸张，他是一步一步的在那儿试探我。他先去房间睡觉了，然后我不是在追剧吗？我最近我在外面追剧，我追到兴头上，我就自言自语了一句，然后李佳华就在房间里，你能不能小声一点啊？别人都睡了。然后我说好，我一想，哎呀，他睡了，那我也赶紧休息吧，第二天要拍照哈。我就赶紧把手机那些全关了，就回房间休息。回房间休息，我就悄悄的，很小声就睡了。他先是怎么样的？他先是整个一个身上一下翻到我身上来，就不动了，就睡了。我就忍着，但是你们知道，本来我就比他瘦嘛，我比他瘦，还压在我身上，我就会很难受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，哎呀。我又不敢说话，怕他吵醒，我就轻轻的把他脚抬开，我说你过去一点，我说把我压得很难受，然后他过去了，好，他来了一句，哎呀，你都把我弄醒了，然后我又不说话了，好，我继续睡，我就没理他，过了一会儿，在那跟我聊天，你聊什么？你在那说什么？我忘了。过了一会儿在那跟我聊天，就莫名的就说。哎，你发现没？最近怎么样？然后又在那说，我拍的视频比你的好看耶，就在那跟我聊天，我都不想理他，因为我也进入梦乡了，准备睡着了。我迷迷糊糊听到他在那说，我抱着你睡啊，我抱着你睡啊，我就心想，有的时候两个人一起睡就会抱着睡，但是我如果提前睡着了，一般大家就会各自睡各自的了。他一直在那儿。我抱着你睡啊，我抱着你睡，我就迷迷糊糊就很难受。我说你干嘛呀？他说来，你转过去，我抱着你睡，就一直在那说他抱着我睡，我就不想理他，我又继续睡，然后就一直在那弄我，我就反抗，我就叫，我说哎呀你干嘛呀？我说你再这样我真的报警了，李佳华。然后他说你小声一点，我说什么小声一点？我说我真的受到了侮辱，我说救命啊救命！我就一直在喊救命。他做了一件什么事？他跑到窗户边上，把窗户全部都这样拉着关着。我就越想越生气，我就说把窗户给我关了。然后我就继续大声喊，我说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！我说别啊，我说我今天真的没准备好，我说我真的生气了，我就一直跟他说，我说我生气了，一直不管不顾。拖着我的腿，一拖就把我从床那边拖到床这边，我吓死了，姐妹们，我真的害怕，我好害怕，我当时是真的很害怕，我就觉得我受到了侮辱，我就想报警。造谣，我要造谣，我讲的有鼻子有眼的好不好？最过分的一点就是关完窗户之后，我喊的还是很大声嘛，我就生气。他拿旁边的指甲把我的头按住，然后我就救命啊救命啊！我就在那喊，就很过分很过分。姐妹们看到没？看到了吧？我当时就很生气，然后过了不知道多久，真的不知道多久，我当时就真的，我当时整个一个人我就很想哭，我想找个角落哭泣。你很难受吗？你前面是啊，后面是啊，真的没有，姐妹们造谣。我真的是很生气，我当时，然后我去洗完澡我就不理他了嘛，我就一个人蒙着被子我就睡觉了。睡到第二天我还跟他讲，我说我真的心里已经有阴影了，我说你不要再这个样子，我说我心里已经有阴影，而且
我还一直在那，我说别弄，我今天吃了火锅，我就在那儿找各种理由，你知道吗？我说我今天吃了火锅，你别弄我。然后我就逃跑，关键是我逃跑，我逃不掉。我好不容易从床的这边床尾爬到床头，他又拉着我的腿，一下又把我从床头拉到床尾，很恐怖，姐妹们，真的很有阴影。我当时真的，我就差点走司法程序了。我觉得他到现在，从昨天晚上我难受哭到现在为止，没有给任何补偿。我觉得吧，我今天当着直播间，我的精神、生理、精神，包括我整个一个人的状态，受到了极大的损害。补偿，得了便宜还卖乖，谁失去了什么呀？我是付出了一些东西的。什么叫没有得到补偿？我把我的东西都给了你，昨天晚上就给你。Nice。你不知道昨天晚上我的救命喊得有多大声，全程都在喊救命。我以为这个是什么套路啊？他不是真的生气的救命，他是救命呀！我拿我的财运发誓，我绝对不是这样的。他是救命呀！也太幸福了吧，那种感觉。强暴式落泪，我昨天整个一个人就这样，就那个泪就从我的眼角滑下去，我就全程就这样。看看老可以加灯牌，把灯牌亮一下，把希尔的灯牌亮一下，然后没关注的可以关注。小心腰部怎么又疼？哎呀，他在钻，他不疼啊。昨天尝试了几个以前喜欢的都可以完成，他现在已经好很多了，大家不用担心。昨晚就是你知道男生在性头上就是这种东西是没有预约制的，好像是我今天晚上非要干嘛一样，就突然间觉得还挺好玩的，而且他越喊就是越挣扎，我就又有感觉，我觉得。First blood. Double kill. Triple kill.喂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我刚刚看到你亲他了，就是如果说这样戴着口罩亲的话，你们有被提示过吗？不会提示吗？不会，真的？好，学到了。我之后我旁边以后我之后我们也这个样子，因为我们之前老被提示。是可能的，但真的是学到了。你差点给我。我来问哈，最近一次开张什么时候？前面后面。啊？不是。啊！不是，我的意思就是我自己还是。怎么了？你在想什么？天哪，冯，你给我吓一跳！咱们俩好歹在北京的时候，在杭州的时候，给好几次都同床共枕，你给我吓了一大跳。神经。
真醉了。陈律说我一直在那儿敲他的门，说最好的姐妹你为什么不理我？就一直在那儿敲门。对啊，给我整到早上8点，你看我都困的那个逼样子，累的那个不行，我还能跟人家干嘛呀？我还能跟人家干什么？啥都没做，我开张路上的绊脚石，赖嘉欣，老铁们，你欠我一次，赖嘉欣，你欠我一次。行，我给你补上。哦，不是我给你补上，我下次叫人，我下次叫一个那个优质一点的出来给你补上，可以吧？可以，好。